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刚刚窜台，周日晚间又有5名美国会议员乘坐美军专机抵达台北。而面对中方锁岛军事演训等强力反制措施，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再度扬言，美军将在几周内通过台湾海峡。他还透露，美方将继续推进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预计将公布所谓美台经贸谈判的富有野心的路线图。针对美方在台海的种种动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警示华盛顿应保持稳健，否则中美将走向一场危机。佩洛西离台不足2周，再有美国政客窜台。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周日率领由2党5名议员组成的窜访团，搭乘美军行政专机自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悄悄飞抵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发声明证实，该团将在台湾停留2天，期间将与台湾地区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所谓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供应链等议题，并将与蔡英文会面。声明同时提到，该团成员除马基外，还包括众议员加勒曼蒂、众议员鲁文索、众议员贝耶以及众议员罗德威。外界注意到，除罗德威外，其余均为民主党人士。此次率团窜台的马基，在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众议员时，曾投票支持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是目前美国国会少数曾参与相关立法且在任的议员。当选参议员之后，马基加入了参议院台湾连线组织，该组织打着所谓保护和推动台湾在美利益的旗号，制衡中美关系向良性渠道发展。马基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以来，更是在涉台问题上提高调门，带头提出所谓台北法案，多次叫嚣强化所谓美台关系。最近这个议员窜访比较多，首先还是他的那个内部政治的大潮流决定的。现在美国国内应该讲呢，把中国当竞争对手啊，应该讲是2党高度的共识，就是好像挑衅中国吧，就是好像在政治上是可以得分的。这个损害两国关系啊，是由美国整体啊来承担那个代价。可是对这些议员个人呢，都是有好处的，是吧？他可以提高人气，而且一般来讲呢，台湾都是给他们钱的，所以他就是个人马上有点收益，然后政治上又得分。美国彭博社周日的报道称，佩洛西此前的登台行为招致中国大陆强烈不满和反制。美国2党国会议员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次登台，恐怕会使原本已经升温的台海局势进一步激化。代价是有的，就是说这肯定影响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啊，从大趋势上讲，我们中国的主导权也越来越大。目前我估计中国还是做一些战术性的反制吧，具体怎么做，那就由有关部门来决定了。但目前应该还是战术性反制。但是呢，就这种事情再累积下去啊，那个就不排除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到时候最后就采取断然措施了。另据白宫公布的简报会实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周5的电话会议中，主要向媒体宣扬了美方视角下对台海局势的立场和看法，同时透露了美方未来的一些行动规划，包括将在几天内公布与台湾地区进行贸易谈判的路线图。有观察指出，坎贝尔提到的路线图可能与所谓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有关。该倡议于今年6月启动，并于当月27日举行了首次会谈。民进党方面在会后鼓吹倡议为所谓大突破，但分析指相关倡议实际上是台湾地区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后，拜登政府的补偿之举，而且政治意涵远大于经贸意涵。这很可能是台湾梦魇的开始，因为双方选定的11个议题符合美方利益，是美方迫使对手提高成本、降低其贸易竞争力的议题。比如说属于这个公共部门管理的一些这个规则方面，美方就要求台湾要向美国让步，而在台湾要求这个更加扩大市场准入，这个更加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来这个规范双边的这个贸易方面，美方却不做出大的让步。因此呢，从中可以看出美方要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让台湾服从。值得注意的是，周5的电话会议上，坎贝尔向媒体歪曲事实，忽略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恶意窜台在先，反而指责中方反制措施是反应过度，妄称中方的各种举动扰乱了台海局势等。
坎贝尔还透露，美方将继续采取行动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包括在未来几周从海上和空中穿越台湾海峡，以履行所谓航行自由。这并非美方近期首次提及计划在解放军台海演训后穿航台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上周曾宣称，华盛顿还将在未来几周进行通过台湾海峡的标准的空中和海上穿越行动。他当时表示，防长奥斯汀已经指示里根号航母及其打击群内的军舰留在附近，以监控局势。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周一在五角大楼简报会上也倒打一耙，无端将中方反制措施描述为一种切香肠式的所谓胁迫，声称美方不会中计。他还放话称，如今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的是，要让中方知道美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从海上及空中通过台湾海峡等所谓的国际水域。I think you should expec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aiwan Strait transits as we have in the past in the coming weeks. 根据相关国际法，台湾海峡本来就是各国军舰可以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历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军舰也都在正常穿越台湾海峡，他们的航行自由从未受到阻碍。分析认为，美方大肆炒作过台湾海峡是进行廉价公关，既试图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也通过刷存在感向盟友表示所谓的安全承诺。但无论美军想以哪种方式来展示存在，解放军都做好了准备。如果美舰在台湾海峡只是正常航行通过，解放军可以紧盯而不采取行动。如果美国试图在台湾海峡耀武扬威，甚至起降舰机进行威胁性的动作，解放军战机、战舰不排除进行抵近拦截。美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台海局势保持一定的这个紧张程度，这样的话便于他来操控这个局势。同时呢，这个解放军举行军演之后啊，这个台独分子受到了强烈的震慑，士气低落。因此呢，美方觉得派军机、军舰过来，也有给这个分裂势力、台独分裂势力这个壮胆的这个用意在里边。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综合遥感卫星影像和舰载机轨迹，美海军里根号航母于周五前后再次南下，至周六中午2天时间，已经向西南方向转进了约500海里，目前位于冲绳以南海域。近日，台风米雷肆虐日本本岛以南海域及本州岛，里根号或有避风之考虑。另外，美国数名高官近日多次高调表示，要在未来几周内派遣军舰和飞机穿越台湾海峡。该航母打击群有可能是为了策应这些任务，或保持威慑态势，尽管航母不太可能直接参与这样的行动。另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周一消息，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日前结束了跨越太平洋、累计航程约6.2万英里的7个月印太海域部署，返回美国本土，驶入其位于加州科罗纳多北岛海军航空站的泊位。林肯号航母舰长，也是美国首位女性航母舰长鲍恩·施密特在返航后接受了媒体采访。她首次透露，在南海活动期间，中国海军舰艇经常尾随美国航母，中美军机也数次出现互动，但双方的操作都是专业和安全的。鲍恩·施密特补充说，与解放军舰艇的这些互动主要发生在常规巡逻任务和演习期间，因为林肯号没有进行任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实际上，今年3月，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威尔斯巴赫上将也曾在一场视频对话中披露，美军 F-35战机与中国的歼-20不久前在东海上空进行过相对接近的接触。威尔斯巴赫还形容中国飞行员飞得相当好，歼-20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美军印象深刻。威尔斯巴赫同时强调，不能把接触形容为交锋，意味着双方没有发生对抗性动作。当时有分析指出，这说明中美两军之间有畅通的沟通管道。然而，在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后，美方却倒打一耙，指责中方的8项反制措施当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在内的措施，切断了两军沟通管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周五在美国与印尼举行的一场名为“超级加鲁达之盾”的联合军演后，就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渲染称我们每天都在避免战争。对此，时事评论员陈曦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提醒，在地区挑起风波的是美国，而非中国，是佩洛西的恶意挑衅行径在先，中方才进行合理的反制行动。我们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呢，现在造成现在的一些这个局面的一些所谓这个擦枪走火风险的，这并不是因为咱们国家取消中美两军这种沟通的这个管道或者是呢一些这个机制，而是因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省，是因为美国呢罔顾世界和平，蓄意挑起在亚太的冲突，是美国包藏了祸心，才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才会有未来所产生的、所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完全是美国的责任。《华尔街日报》周五披露了一段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采访。基辛格担忧当今世界正处于一种危险的失衡状态，并坦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出问题，并因此与中国处于战争边缘，却还想在谈判中如传教士般的改变或谴责对方。他指出，美国现在能做的是不要加剧紧张局势，建立解决问题的选项，并且应当为此设立一个目标。99岁的基辛格刚刚发布了他的第19本书，主题与领导力有关。而作为美国前国务卿，他恰恰认为当前美国领导层的外交政策缺乏战略目标，面临危险。基辛格在采访中建议，华盛顿应当在台海问题上保持稳健，谨慎决定那些似乎会改变基本框架的行为，否则中美将走向一场危机。事实上，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不理智行为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也招致多国人士批评。英国知名摇滚歌手罗格沃特斯周五接受俄媒专访时，就炮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佩洛西不负责任的窜台行径。Well, she's an old idiot. You know, Nancy Pelosi is a joke. Why are we in a state of perpetual war? Well, because Nancy Pelosi wants us to be, and she wanted to fly in there posturing, taking huge risks, completely ignoring the agreements that were made. 佩洛西窜访台湾虽然已经过去了好些天，但事件仍在发酵。那么今天又有5名美国国会议员乘坐美军 C-40C 行政专机抵达台北。那么在美国两党恶斗升级的背景下，争相打台湾牌博关注，是不是正在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趋势呢？美国的政界、学界主流声音一致认为，佩洛西此行带来的是负面影响，是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冲击。包道格先生前不久接受了《直新闻》专访时他也坦言，佩洛西的行为推翻了战略常识。要知道，这位曾担任里根总统高参的美国资深外事官员，也曾执掌美国在台协会4年之久。台湾问题至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他可比佩洛西专业许多。那么佩洛西推翻了什么战略常识呢？在我看来，这个战略常识在过去20多年来维系了中美关系走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道路上。这个战略常识在紧要关头，约束了许多美国政治人物妄图在台湾问题上得分的战略盲动。然而，随着这个战略常识被推翻、被越举，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震荡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对此表示十分遗憾。美国政府的所谓第3号人物，竟然是一个毫无国际政治常识、毫无政治信誉、毫无战略危机意识的老菜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这个世界霸主正在有一群多么拙劣的低端玩家在把持啊！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真正具备政治外交经验、学养以及道德的美国人会对佩洛西此行纷纷摇头。只是出于某种表面上的团结，他们没法指名道姓地骂上一句：“这事办得也太业余了。”就连那些对中国充满敌意的美国战略学者也很难认同佩洛西这种不讲章法的乱出拳。美国民主党会因为此事大受鼓舞吗？我看到也真的未必。这是一位行将就木的政治老人，为了一己之私，为了家族利益，为了自己那点可笑的所谓历史定位，冒天下之大不韪，赔上美国的国际信誉与战略稳定的一次莽撞出巡。这可不是一位什么当打之年的民主党政治明星，
他不会站在2024总统大选的擂台上与共和党分庭抗礼，他的窜台之行根本没法扭转民主党青黄不接、耄耋政治的窘境。他的所谓政治遗产，恐怕仅对子孙而言，不太可能直接作用于民主党本身。要说佩洛西去一次台湾，说几句轻飘飘的话，就能让民主党拿下中期选举，那未免也太天真了。但佩洛西的确开了一个坏头，尤其在美国两党恶斗逐渐陷入零和博弈的当下，一旦民主共和两党无法在国内议题上分出胜负，就会妄图在所谓外部世界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个逻辑里，这些政客也许并不看重事情的利弊，却只在乎践行此事本身所展现出的所谓勇气与影响力。那在您看来，随着这个战略常识被佩洛西越举，它体现了美国政府怎样的战略莽撞？那它又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势呢？正如我刚刚谈到的，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震荡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它直接体现在中国外交部8月5号宣布的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里，一共8个方面，涵盖中美两军关系、中美官方、国际间合作，以及拜登政府最为看重的议题之一——气候变化。我认为这个反制措施是足够有力的，打击面也是极其精准的。外交政策体现战略思考，反制措施当然也是中方释出的重要外交政策。它充分表达了在中方看来，在佩洛西窜访台湾这个事情上 ，who to blame， 也就是谁该为此负责。在上周的连线中，我谈到佩洛西此行是美国方面涵盖政治、外交、军事、舆宣多层次的一次全面对华试探与挑衅。美国拜登政府、美国军方在这当中扮演了极其负面的角色，谁坏了规矩，谁就该为此负责嘛。更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是，在佩洛西窜台的全过程中，美方对中方的激烈反应也是估计不足的，甚至一度抱有所谓不妨试一试的侥幸心理。在国际关系中，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战略认知，许多危机最终升级为冲突，根子上都源于这种不妨试一试的盲目与莽撞。在我个人看来，华盛顿方面在过去几年的中美交锋里，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他们似乎对中国反对中美脱钩论存在一种误读，好像中国离了美国就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中方反对中美脱钩是出于中美长期长远利益考量，是出于对两国人民的福祉负责任的态度。可一旦美方侵犯了中方的核心利益，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决绝是美国绝对无法想象的。他们还不够了解中国人民的底色，他们还远不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倘若美国方面无法用实际行动去给滑落中的中美关系踩下一脚刹车，那么中美关系一定会朝着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向继续跌落。而事实上，中国不是苏联，美国无法用冷战的那套方法论去有效地遏制中国。当美国上下还没有想清楚自己正在与一个怎样的对手进行较量的时候，却急于结构性损坏两国间的关系，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盲目与莽撞、低端与业余。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如何，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方面是否能够重新回归战略常识。但中国也绝不会将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别人的战略醒觉上，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至于对美关系，我们一定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工具箱里的一切手段，去积极主动塑造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周六发布消息指，火箭军部队近日进行演练，淬炼打赢本领。配发的照片显示了东风系列导弹在公路上起数的场景。分析指，解放军围绕台岛展开的大型军事演习刚刚结束，东部战区又释放火箭军演练消息，说明解放军说到做到，将紧盯台海形势变化，持续开展练兵备战。此外，解放军其他战区部队也持续展开练兵备战演训活动。近日，南海某海域数架靶机依次起飞，模拟导弹袭击。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文山舰、五洲舰组成编队赴南海某海域开展为期4天的防空反导专项训练和平台整体竞争性考核中的一幕。文山舰雷达站位率先发现空中目标，快速逼近。
战斗警报随即拉响，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经过文山舰和五洲舰的密集火力打击，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通过防空反导专项训练和平台整体竞赛性考核，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和舰炮实战设计水平，坚定了官兵敢打必胜的决心。近日，空军空降兵某部与某航空兵团还协同开展了多机型重装空投训练，锤炼部队遂行空降空投作战任务能力。清晨，豫北某军用机场，数架约20运输机列阵待飞，捆绑好的重装空投装备正在这里进行装载登机。上午8点，搭载重型装备的运输机相继划出，依次起飞，向预定区域机动，实现快速精准的重装空投。除了要综合考虑气象条件、空投重量、飞行状态、着陆场地形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技术人员还要对空投件的捆绑包装、装载定位等技术重难点问题严格把关，保证空投件在离机时姿态良好。到达预定空投空域后，机舱门缓缓打开，在地面对空引导和空投机组的协同配合下，在牵引伞的强大拉力下，数吨重的物资装备飞出机舱，精准落向空投地点。通过实时协同引导、气象监测和偏差修正，重装物资被相继投放到预定位置，官兵们迅速前出进行解脱，将物资搬运上突击车，随后向前线运输。着眼提升重型装备、空投物资技术水平，实践探索战斗化、集中化、模块化捆绑包装模式，通过演练流程化捆绑包装，优化快速解脱流程，提高了重装空投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高效性，进一步强化战时重装空投能力。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周六还发布消息指，近日火箭军某部官兵快速出击，一场战斗发射演练骤然打响，一辆辆钢铁战车紧急机动奔赴发射地域，号手迅即就位，在高强度训练中磨砺剑锋，淬炼打赢本领。消息还配发了4张照片，从发射车判断，疑似为东风15B短程弹道导弹，展示了在导弹随发射车机动与竖起的场景。那么这系列照片显示咱们火箭军的这个发射单位就在这普通的公路上面。主要是这个发射车就是发射起数运输3用车，就是 TEL。这个车就是在普通的公路上完成的发射的作战的准备。那么这个显示出咱们的火箭军立足实战要求然后就是根据实战要求迅速组织发射快速反应，整个作战的这个准备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快捷。值得注意的是，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火箭军部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8月4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首次穿越台岛，而且是穿越了这个台湾的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同时是在美国宙斯盾的眼皮底下精准打击目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军队已经解决了在远海远域看得见、打得准的这样一个问题。有分析指，东部战区公布的火箭军导弹发射画面里，至少出现了2种近程弹道导弹：东风15B和东风16。东风15B正是在96年台海危机后，解放军专门改进的近程弹道导弹，双锥体加弹头小翼的设计，让东风15B成为了世界上第1种具备有限弹头滑翔能力的弹道导弹，弹道也更加复杂，拦截难度更高。而从这次演习的画面里，火箭军都是在类似乡间小路、田间地头的环境里，单车无依托就能进行发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紧急情况出现，近程弹道导弹可以不用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拉出来就打。而东部战区周六公布的照片则展示了相关导弹在公路环境下的发射状态，这又进一步显示了火箭军阵地的多样化程度，震慑力度也更大。解放军火箭军首先模拟的就是呢对岛上目标进行的是大规模的导弹战役这个导弹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导弹战役呢就是仅靠导弹就可以
在一场这个战役中啊发挥这个最关键的作用，就可以单独组织一场战役。咱们这个火箭军啊对岛上目标进行这种打击呢，它是大规模的是进行的这个多波次的齐射。那这种打击呢，一波次一波次打出去以后整个这个突击效果是非常震撼的那么对对方的这个体系尤其是这个体系的破袭、压制乃至这个瘫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近期台海局势在域外势力的插手之下变得异常紧张，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大肆鼓噪以武拒统，叫嚣积极备战。据岛内媒体报道，明年台防务预算将至少增长4%，并将于近日正式拍板。有网友讽刺称，台海紧张局势升温，台当局花大价钱购买武器，这不恰恰是美国想要的吗？据台媒日前报道称，台防务部门官员介绍，当局明年防务预算将至少增加4.09%，总额达到3826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80亿。报道称，这还只是初步的数额，正争取适度增加。另外，如果加上明年 F-16V 战机采购以及导弹全量产等海空战力提升的特别预算，整体防务支出增长幅度将再提高，具体的金额将于近日正式公布。台湾当局还是想购买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因为它毕竟拿这些武器装备是要来提高它的整个的防卫和进攻的能力，这就涉及到首先要看得远，那它就要购买先进的雷达，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打击的导弹，那么它这种导弹呢既涉及到防空的导弹比如说类似于爱国者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呢就是反舰的导弹、鱼叉导弹这个是从美国买来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它还有空中的战机，因为它已经升级了，就是 F-16，现在是 F-16V， 也要相应的就是增加呀。所以比如说 AGM 就是空对地或者空对舰的这种导弹，它也需要台媒还报道称，为应对解放军舰艇，台军方认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是最佳应变作为。据悉，台军方目前正在进行自产的防空反舰导弹的量产计划。以反舰导弹为例，预计今年起至2026年年底为止，台湾可生产的熊2、熊3以及增程型熊3反舰导弹，加上陆基巡航导弹熊升，总数量可达到1000枚以上。此外，美国售台100套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包括400枚从地面发射的 RCM-84L4 鱼叉 Block 2导弹。未来在交运台湾部署后，可与台产反舰导弹系统混合搭配，提高所谓击杀率。他现在确实也买了一些美国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导弹呐，鱼叉反舰导弹呐，还有自己研制的天宫导弹呐。那这些呢都是组成它整个防空反导系统的部分。可是现在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我们讲的主要是常规导弹。一个是高超音速，就是现在高超音速的武器，不要说台当局它防不了，美国它都防不了可能把你的雷达和导弹阵地都打坏了。那么你是瞎子，你看不见，你有拳头也没用。台当局花巨资大量购买美制武器，企图通过增强台军的实力来遏制大陆，这不正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吗？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民近日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公开承诺和私下行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台湾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你说靠美国的资源，我们内行人知道美国这个大腿不可靠你以为抱了大腿，搞不好抱了一只义肢对不对？随后，帅化民又在岛内政论节目上指出，民进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死抱着美国大腿，根本不敢让两岸有一点点的和平希望，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真正危险是台湾老百姓的意志是不是很清楚？因为你这个时候沉迷在选举、政党恶斗里面，你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危机，这是我在担心。对大陆于周三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帅化民认为，从中可以清晰看到大陆对台政策的全图。白皮书我们看它22年以来，它中间的用词跟它的语义都有很大的变化，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搞得那么36次提到台独的问题。是。那换句话说，他也看出来两岸的关键问题跟他的和平统一最大的障碍就是台独，他害怕你搞不清楚，他还提到民进党。第一句先讲没有放弃和平统一，
他还是给我们一个窗子，你看看要不要和平谈判。因为很早以前就讲9·2共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我讲你也不听，劝你也不听，谈你也不听，那最后的手段就是武统的这个手段。有分析指出，佩洛西窜台引发台海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大陆出台新版白皮书，而且内涵丰富，体现了在台海局势紧张、复杂形势下大陆对台政策的定力，以及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决心、信心和能力。蔡英文男孩林志坚硕士论文严重抄袭，被台湾大学核定撤销其学位，进而退出桃园市长选举，震撼岛内政坛。他竟然还狡辩称自己是受伤下场的先发投手。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痛批林志坚是偷服禁药被驱逐出场。林志坚此次陷入论文门争议，也让民进党操弄下政学勾结的现状受到岛内舆论关注。论文门被曝光后，外界才发现林志坚的台大硕士论文指导教授、现任台安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竟然桃李满天下。他指导过173名硕博士生，其中绿营政治人物成群结队。台媒推测，2008年国民党取代民进党执政后，陈明通就含辛茹苦利用在台大的位置，尽心尽力地为民进党培养人才。陈明通的角色宛如绿营政治人物洗学历镀金的最佳通道。目前，陈明通已被检举违反学术伦理，台教育部门已经把检举信转交台大。还有岛内观察指，蔡英文力挺林志坚，还有一层更私利性的个人原因，因为他本人的博士论文的真伪也一直受质疑。打假人士最近已经查阅到最新的事证，可以说蔡英文也是从自己的心中之痛带入了对林志坚硕士论文是否涉嫌抄袭的争论。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特朗普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引发的冲击波持续，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冒雨上街摇旗呐喊。联邦调查局称，相关工作人员遭到了暴力威胁。目前外界普遍预计特朗普将参选2024。法律人士认为，即便目前公布的特朗普所涉罪名都成立，特朗普也仍然能够在监狱中参加竞选。甚至有观点认为，这次搜查事件会帮助特朗普再次当选。该起事件正加剧美国社会的进一步撕裂，有声音认为美国已产生内战迹象。尽管许多特朗普的盟友认为这起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媒体事实上正披露越来越多显示特朗普违法的证据。纽约时报周六报道了一则从未披露的新料，至少有1名特朗普的律师在6月签署了一份书面声明，声称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住所和俱乐部储物区所有标记为机密的材料都已归还给美国政府。报道说，它的存在可能表明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此前可能没有完全披露其住所内储存机密文件的真实信息。纽约时报认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司法部申请了对特朗普住所的搜查令。这起搜查事件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联邦调查局收到前所未有数量的威胁。该局与国土安全部还发布了一份联合情报公告，警告联邦执法部门、法院和政府人员和设施均受到暴力威胁。周五，签署搜查令文件的2名特工的名字也遭到泄露，在网上流传。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随即谴责了这种行为。I will say, as a former prosecutor, but as a citizen of our nation, any attacks on law enforcement are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any so-called leader who engages in rhetoric that in any way suggests that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danger is irresponsible and can result in dangerous activities. 美国商业内幕报道称，近日来支持特朗普的网络账号发布的有关内战的言论激增。根据日前公布的搜查令，其依据美国法典中的3条法律，列举了特朗普可能存在的3项刑事犯罪行为。若最终获罪，特朗普最高可能面临30年监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项罪名涉及非法处理政府记录。这项罪名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法典第18编第2071条。而第2071条的其中一项处罚是取消违反人士当下及未来担任公职的资格。在外界普遍预期特朗普将参加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的背景下，这条规定尤为引人关注。
对此，美媒援引法律专业人士观点分析指出，相关法律可能不会阻碍特朗普再度参选，因为美国宪法已规定了总统的任职资格，并未说明被定相关罪名之人不能担任总统。刑法会在宪法层面受到挑战，因为宪法优先于其他法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宪法学教授迈克尔·哈格特就表示，如果他在下届总统选举时碰巧入狱，他入狱的事实也不会阻止他参选。周五，《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FBI 的搜查会帮助特朗普再次当选的评论文章。文章分析，特朗普的政治生涯一直是靠精英的蔑视来维持的，精英阶层越鄙视他，共和党人就越喜欢他。对特朗普的调查被许多右翼人士视为纯粹是令人发指的政权阴谋。一项调查显示，可能投给共和党的选民中有83%的人表示，联邦调查局的搜查让他们更有动力在2022年的选举中投票。超过75%的人认为，搜查的幕后推手是特朗普的政敌，而不是公正的司法体系。文章认为，至少就目前而言，他无意中提高了特朗普再次参选总统的机会，并激励了特朗普的支持者。